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永驻，我是陈俊明。巴菲特最近提出一个惊人预言，2026年经济寒冬可能来临，大萧条或将重现。这一预言在全球引发广泛关注与热议。巴菲特发出如此预告，源于他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深刻洞察。他说：“我经历过1929年的大萧条，那时我5岁，亲眼看见爷爷失去一切。我也经历过1970年代的大滞胀。”通胀率高达2位数，股市跌了近50%，投资者10年都在亏钱。还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，全球金融系统几乎崩溃。所以，当我说寒冬可能来临，这绝非危言耸听。真正的经济寒冬不会提前敲门，它会突然踹开你的门，把你拖进冰天雪地。如果你没有准备，就可能被冻死。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成长于最长的经济繁荣期之一，习惯了股市上涨、房价攀升、工作机会遍地的日子，但残酷的真相是，这种繁荣是例外，历史的常态是周期，有起有落，繁荣之后必然伴随衰退甚至萧条。我无法预测崩溃何时发生，没人能做到精确预测，但我可以肯定，当暴风雪来临，大多数人会措手不及。今天，我要分享3条生存法则，这些是我用近1个世纪人生总结出的智慧，理解并实践这3条法则。寒冬来临时，你不仅能生存，还能活得更好。请务必认真聆听，这可能是你们此生最重要的建议之一。第一，幸福公式，降低预期，拥抱幸福。什么是幸福？我见过坐拥亿万却毫无幸福的富人，也见过收入仅够温饱却满足快乐的中产家庭。原因在于，幸福不是绝对值，而是相对值。我总结的幸福公式是：幸福等于现实减预期。你的幸福感不取决于你拥有什么，而取决于你实际拥有的与你期待拥有的之间的差距。例如，你期望年收入100万，实际增50万，即使这已超过多数人，你仍会痛苦。相反，若你期望5万，实际增8万，尽管绝对值不高，你却会开心。这个公式在经济寒冬时尤其重要。繁荣时期，所有人都在提高预期，看到邻居换新车，你也想换；看到同事升职加薪，你也期待；看到房价涨，你想再等等。整个社会预期不断膨胀，仿佛好日子永无止境。然而当经济急转直下，现实崩塌，预期却仍停留在高位，此时幸福公式会给出负数，让你陷入痛苦、焦虑甚至绝望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容易做出错误决策，可能在股市最低点恐慌抛售，可能因失业而放弃寻找新机会，可能因还不起贷款而破产。但若你提前降低预期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降低预期不是悲观，不是放弃追求更好生活，而是一种理性和智慧，是保持心理平衡的关键。具体该怎么做？首先，不要盲目假设明年一定比今年更好。规划未来时，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收入会增长，投资会赚钱，硬假设明年的情况与今年相似，甚至可能更差。这样若结果比预期好，你会收获惊喜，即使结果变差，你也早有心理准备。其次，要居安思危，记住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，工作可能会丢，投资可能会贬值，房子可能会跌价。这不是让你每天活在恐惧中，而是保持清醒，意识到这些可能性，你才会做出更谨慎的决策，留有余地。再者，学会欣赏自己已经拥有的。我99岁了，看得很清楚，大多数人其实已拥有真正需要的东西，却视而不见，总是盯着自己没有的。问问自己，你有房子住吗？有食物吃吗？有家人爱你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已经比历史上99%的人过得更好了，请记住并珍惜这一点。然后，停止无效比较，这是人性中最具破坏性的倾向之一。社交媒体更加剧了这个问题，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生活中最美好的部分，但那不是真实的全貌。用别人精心编辑的高光时刻对比自己的完整现实，这不公平，只会徒增痛苦。最后，培养感恩的习惯，每天花1分钟，想想3件你感激的事情，可能是一杯美味的咖啡，一个晴朗的天气，或朋友的一句问候。这个简单练习能重新训练你的大脑，让你关注已拥有的，而非总想着缺少什么。降低预期，看似消极，实际上是通往真正幸福的可靠路径。当寒冬来临，预期过高的人会崩溃，因为他们的世界瞬间破碎，而那些早已降低预期的人则能从容应对。他们会说，
我早就知道可能会这样，我准备好了。这就是强大的心理韧性，是能穿越任何经济周期的心理准备。记住，幸福等于现实减预期。掌握这个公式，你就能在任何环境下保持内心平静。第二，现金法则。平时是垃圾，危机是氧气。经济平稳时期，现金常被视为垃圾，因为现金会因通货膨胀而逐年贬值。假设通胀率 3%， 你的现金购买力每年就损失 3%。从投资角度看，持有大量现金似乎不明智，你会错过股市回报、房地产增值等各种机会。在繁荣时期，每个人都在嘲笑持有大量现金的人。理财专家建议你全额投资，保持满仓，让每一分钱创造价值。银行储蓄利息低得可怜，整个金融系统都在传递一种信息：不要持有现金，那是不明智的。然而，当危机降临，一切巨变。2008年9月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金融危机，整个系统陷入恐慌。短短几周内，现金从垃圾变成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。因为在危机时刻，流动性比任何东西都重要。你可能拥有昂贵的房子，但急需用钱时无法切下一块支付账单。你的股票有账面价值，但市场可能关闭或价格暴跌，卖不出去。你的生意平时赚钱，但危机时客户不付款，收不回应收账款。此时，只有现金真正有用，它能立刻支付开支，维持生活，给你时间等待危机过去。我把现金比作氧气，平时你不会留意氧气，它像空气一样自然。但当你被困在水下或火灾浓烟中，氧气就成了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没有它，几分钟内你就会死亡。其他金钱、地位、财产都变得毫无意义。现金在经济危机中就是这样的角色，是让你继续呼吸、生存的关键。让我们看一个真实案例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我认识的 Tom 和 David 都很富有聪明，但面对危机时选择截然不同。Tom 把所有钱都投入了股票、房地产、私募股权等，账面上他的净资产高达数百万美元。但危机来临，他发现自己手头没有现金可用，股票暴跌 50%， 房地产市场停滞，房子卖不掉，私募基金锁定无法赎回，他的生意也受冲击，需要资金支付工资、租金和货款，却借不到钱。最终 Tom 被迫在市场最低点贱卖资产，将纸面亏损变成真实巨大损失。如果他撑过危机，等市场恢复，或许能保住财富，但因缺乏现金，他在最糟时做出错误决策，损失惨重且失去未来机会。David 则不同，他平时就保持大量现金储备，繁荣时期，周围人嘲笑他保守，错过投资机会。2007年 David 的回报率确实比 Tom 低，但2008年危机来临， David 从容不迫，他有足够现金维持生活和生意，不需在低点卖出任何资产。更甚者，他还有现金在市场恐慌时大胆买入。当别人恐慌性抛售， David 冷静地以历史低价大量购入优质资产。到2012年市场恢复时， David 的财富不仅恢复，还大幅增长，因危机时买入的资产价格翻了好几倍。而 Tom 花了多年才勉强恢复到2007年水平，且失去了许多机会。这个案例展示了现金的力量，它在危机时刻给你选择权、时间和生存能力，甚至为你创造新机遇。那么我们该储备多少现金？没有绝对标准，但有一些实用原则。基础储备，你至少要有6个月的生活开支作为紧急储备金，这是最基本要求。想象如果你突然失业或生病，你需要至少6个月的资金维持生活，而不依赖其他收入，这样你才有时间和空间寻找新方案，不会因经济压力陷入恐慌。生意运营储备，如果你做生意需要更多现金储备，建议至少有1年的运营资金作为缓冲。生意有周期，可能有淡季，客户可能拖欠款项，可能有意外大笔开支。没有足够现金储备，一个小波动或资金周转问题就可能让生意陷入困境甚至破产。根据经济形势调整，如果你观察宏观经济环境，感觉可能转向，看到潜在风险和警告信号，就应适当增加现金比例。我不是要你精确预测市场，这几乎不可能，但你可以通过关注经济数据、政策变化和行业动态，对趋势有大致判断。当你觉得风险增加时，就应减少高风险投资，增加现金储备，让财务更稳健。保持资产流动性，永远不要把所有的钱锁定在流动性差的资产里。
像房地产、私募股权等另类投资，平时回报率可能很高，但在危机时刻可能无法快速变现。一定要保持一定比例流动性强的资产，主要是现金和可快速变现的证券，这样在紧急时，你才能迅速将资产转化为现金。反向思维，记住一个反直觉的事实，持有现金的最佳时机，恰恰是当所有人都嘲笑你持有现金的时候。当市场狂热，每个人都在追逐高回报，你因持有现金显得格格不入，像个傻瓜时，往往就是持有现金最明智的时候，因为危机可能不远。相反，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性囤积现金，市场极度低迷时，那往往是把现金投入市场的时机，因为此时优质资产价格可能已跌到极低水平，正是你低价买入，为未来积累财富的好时机。这就是反向思维的力量。大多数人做的往往不是正确的事，要有勇气和大多数人反着来，不随波逐流，才能在不同市场环境中把握机会。储备现金，平时看似不起眼，甚至不划算。但当寒冬来临，金融危机爆发，所有人陷入恐慌时，你的现金储备就是你的氧气，是让你生存甚至抓住机会的关键。所以，从现在开始，有意识地为自己储备足够现金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好准备。第三，反脆弱，把自己打造成杀不死的人。反脆弱由纳西姆·塔勒布创造，但这概念我早已践行。反脆弱不是简单的坚强或韧性，而是一种能从压力、混乱甚至灾难中获益的独特能力。为更好理解，我们对比几种状态。有些东西是脆弱的，就像精致瓷杯，掉到地上就会破碎，完全无法承受冲击。在经济和职业领域，大多数人处于这种脆弱状态，一个小冲击，如失业、生病或市场崩盘，就能轻易摧毁他们的生活和事业。有些东西是坚固或有韧性的，比如钢杯掉到地上不会破碎，可能变形，但基本结构保持完整。有些人通过储蓄、买保险、多元化投资等方式增加韧性，这是一种进步，但还不够。反脆弱代表的三种状态，反脆弱的东西不仅能承受冲击，还能在冲击中变得更强大。就像我们的肌肉，举重训练给肌肉施加压力，肌肉纤维轻微撕裂，但在修复过程中变得更粗壮。在经济和职业领域，反脆弱意味着当危机来临，别人崩溃时，你不仅能生存，还能成长，并敏锐抓住只在危机时刻出现的宝贵机会。那么，我们如何把自己变成反脆弱的人，在困境中杀不死的人？第一，技能多元化。职业发展中，千万别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。过度专业化是多数人常犯的错误，他们花大量时间精力，只掌握一种具体技能，成为某狭窄领域专家。在稳定环境中，这种策略或能让你凭专业技能或高薪，但一旦环境改变，行业衰退或技能过时，你就会陷入绝境，因为没有其他选择。真正反脆弱的人会积极培养多种技能，他们可能是某领域专家，但同时掌握其他有价值技能，能从事多种工作，在不同行业间灵活转换。以我为例，法学院毕业后，我成为律师，在法律领域取得一定成功，但我没有满足于此，不断学习投资知识、商业运营技巧、心理学、数学和统计学等。这些跨学科知识让我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，在不同领域创造价值。即使今天，我的建议仍是学习技能组合，掌握写作、有效沟通、销售、数据分析、解决问题等通用技能。这些技能在任何行业、任何环境下都有极高价值。当一个行业衰落时，你可凭这些技能迅速转到另一行业，不至于因特定领域衰退而失去生存能力。第二，保持低成本生活方式。保持低成本生活方式听起来简单，但多数人难以做到，因为生活成本有个可怕特性，它会随收入增加而自动膨胀。当你赚更多，可能会搬到更大房子，买更贵的车，去更高档餐厅，买更多不需要的东西，生活成本与收入同步上升，有时更快。这样你就陷入看似富有，实则脆弱的陷阱。你必须维持高收入才能支撑高成本生活。当经济危机来临，收入减少时，你会发现无法快速降低生活成本。你已习惯某种生活方式，房贷、车贷等固定开支束缚了你，让你无法灵活应对。真正反脆弱的人，即使收入很高，也会保持低成本生活。他们选择住在比自己能负担的更小的房子里，开更便宜的车，过简单朴素生活。
这不是吝啬，而是深刻智慧。低成本生活方式赋予你自由，意味着你不需要很高收入就能维持生活，能承受收入波动。在危机时刻，你可轻易削减开支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不再是金钱的奴隶，不会被迫做不喜欢的工作或承受不想承受的风险。我这辈子见过太多人因过高生活成本毁掉人生，他们被困在讨厌的工作中，只因需要薪水支付账单，他们不敢离职追求更好机会，因为承担不起几个月没收入的风险。在经济危机中，他们最终破产，就因固定开支太高，财务缺乏弹性。保持低成本生活方式，你就获得了最宝贵的选择权。你可自由选择做什么工作，何时退休，承受多少风险，这种自由无价。第三，建立多元化收入来源，永远不要把所有的收入都寄托在一个来源上。如果你只有一份工作，所有收入来自一个雇主，你就处于脆弱状态，因为雇主可随时解雇你，一旦失去工作，收入瞬间归零。反脆弱的人会努力建立多个收入来源，他们可能有一份主要工作，但同时开展副业，拥有投资收入和被动收入等。这样，如果一个收入来源消失，他们还有其他收入维持生活。建立多元化收入来源需要投入时间和努力，但值得。你可以尝试开始一个小生意，利用兴趣特长在业余时间创造额外收入，也可以投资收益型资产，如股票、基金、债券等，通过资产增值和分红获益。还可以创造能产生被动收入的东西，如版税、租金、股息等。关键是别把所有赌注压在一个地方，要像分散投资一样，分散你的收入来源，降低风险。第四，持续学习。世界在以惊人速度变化，今天有价值的技能，明天可能过时；今天赚钱的行业，明天可能消失。因此，你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状态，不断学习新东西，积极适应新环境。我今年99岁，但从未停止学习。我每天读书，思考新想法，尝试理解世界的新变化。这种终身学习习惯，是我能在这么长时间里保持相关性和影响力的关键。千万别觉得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就够用一辈子，也别认为现有技能能保证未来饭碗无忧。世界变化太快，如果你不跟上，就一定会被淘汰。持续学习不仅是为了职业发展，更是保持反脆弱的关键。当你不断学习，你在扩大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增加选择，提高应对变化的能力，让自己在任何环境下都能从容应对。第五，建立强大人际网络。在危机时刻，你认识谁，往往比你知道什么更重要。强大的人际网络可在你失业时帮你找到新工作，在你创业时为你引荐客户，在你遇到困难时提供支持建议。但注意，建立人际网络不能仅出于功利目的，不是为了你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。真正强大的人际网络建立在真诚关系之上，建立在你能为别人创造价值的基础上。所以，平时要花时间帮助别人，不求回报，真诚分享你的知识、资源和人脉。当你慷慨对待别人，当你需要帮助时，别人也会同样慷慨对待你。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之一，就是有许多真挚的朋友。沃伦·巴菲特是我多年的商业伙伴和挚友，我们的关系不仅创造了巨大商业价值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相互学习、支持、挑战，让彼此都成了更好的人。第六，保持身心健康。这一点常被忽视，但极其重要。如果身体不好，心理不稳定，无论你拥有多少钱、技能和人脉，都无法充分发挥能力。所以，一定要照顾好身体，坚持规律运动，保持健康饮食，保证充足睡眠。这些基本要求在忙碌生活中常被多数人忽视。很多人因工作牺牲健康，等到中年身体垮掉，才发现再多的钱也买不回健康。心理健康同样重要，学会管理压力，处理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，培养积极心态。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软技能，而是你在危机时刻保持清醒头脑，做出正确决策的关键。第七，拥抱变化。大多数人天生害怕变化，他们渴望稳定，追求可预测性，希望一切保持原样。但这种心态只会让你更脆弱，因为变化不可避免，是生活常态。反脆弱的人不仅能接受变化，还会主动拥抱变化。他们把变化看作机会而不是威胁。他们深知每一次变化都会创造新机会，淘汰无法适应的人，同时奖励能快速调整的人。
当行业变革时，多数人在抱怨、抗拒，试图保住旧方式，但反脆弱的人却在积极学习新技能，探索新模式，寻找新机会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经历了无数次变化，从法律到投资，从传统行业到新兴行业，从本土市场到全球市场，每一次变化都带来巨大挑战，但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。如果我当时抗拒这些变化，就永远不会有今天的成就。把自己变成反脆弱的人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需要你投入时间，付出刻意努力，长期积累，但这一切非常值得，因为这是你能给自己最好的保护，是让你在任何环境下不仅能生存，还能繁荣发展的关键。今天我们探讨了应对经济寒冬的3条至关重要的法则：降低预期、储备现金、培养反脆弱能力。这3条法则或许不像快速致富秘诀投资捷径那般令人热血沸腾，他们不会承诺你短时间成为百万富翁，不会告诉你哪只股票短期暴涨10倍，也不会提供看似神奇的公式。然而他们能发挥更关键的作用，让你在经济寒冬中生存下来。当多数人在危机风暴中惊慌失措时，你能凭这3条法则保持冷静，稳住阵脚。不仅如此，你还能在危机迷雾中敏锐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，这些机会往往只在危机时刻出现，为你照亮前行的道路。